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看透得失，方知人生啊。看透得失就是对得跟失看得很淡啊，看得很开朗，心情不会被它左右了，也就是得到时不会欣喜若狂啊，或喜形于色，因为知道这只是因缘具足而已啊。失去时无怨无悔，不会唉声叹气，因为明白这只是因缘的消散，所以不必强求啊。方知人生的意思是，当你摆脱得失的纠缠了，才能真正懂得人生的真谛，不是在追求还未拥有的，而是在珍惜现在所拥有的。有一些人啊，常常觉得人生很苦，其实有些时候这种苦是来自太在意得失，或者太计较得失啊。也因此呢，近思语才提醒我们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那这句话是人人听得懂，但不一定是人人做得到啊。想得到的得不到就苦，得到后又怕失去更苦，失去后继续放不下看不开，那这是苦上加苦啊。看透得失之后呢，才会发现得失本无常啊，荣辱皆如梦啊，一切只不过是因缘聚散，缘生缘灭而已啊。所以是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把这个道理看透，才不会被得失牵着鼻子走了。心态上能够这样安然自在的就叫做方知人生啊。得的时候如果有贪念放不下，那就容易骄傲，甚至担心失去。失的时候如果心生不舍就容易陷入苦恼造成心理不安其实得失是一念间看似得实则失看似失实则得了，像雾又像花啦这就是佛法所讲的凡所有相皆属虚妄意思是说得失都是一种相，而这种相呢都是暂时的幻象，都是虚妄的，所以不必太在意。那佛法也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这个是在提醒我们得失也是一种无常的，一下得一下失嘛，有得就有失，有失就有得嘛，跟缘生缘灭的生生灭灭是一样的，很无常。所以不要被得失的这种假象牵着鼻子走。看淡得失不代表是心态消极而是心智的成熟真正的觉悟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现实中保持平常心平常心里就很正常，叫做平常心没有平常心的话呢，一旦碰到得失或顺利的时候呢，就会很容易表现很不正常，所以才说平常心是道。苏东坡是典型的看透得失的代表人物。苏东坡一生多次被贬官甚至被拔官怀才不遇仕途很坎坷他年轻的时候就很执着于仕途的得失，很在意每次被贬官都是大受打击无法接受。但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他终于经一事长一智看透了每个人都是如此所以他写了一首诗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简单解释就是说，不管风雨如何我都是自在的往前行管他天下千万事闲来轻笑两三声那外境虽变，那我心不动这个是看透得失后的彻悟人生苏东坡也说，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呢，苏东坡得到的是不多了，因为多次被贬官嘛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失去很多了，但也因为这些失去，
让他超越了功名的枷锁，开悟了人生的真谛啊。他在《赤壁赋》写道啊：“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为声啊，目遇之而成色啊。”那这个时候的他呢，已经从政治上失意所带来的痛苦啊，转而体悟与天地同游之乐啊。就因为他能够放下得失啊，才有可能与天地同游啊。年轻时候的苏东坡很好强啊，爱变啊，喜欢出风头。那中年以后呢，经过了许多的磨难呢，他开始懂得一切得失终归无常啊。他体悟了得失也是一种无常嘛。从此他开始笑傲人生哦，看淡人世哦，化苦为乐啊。人生如潮起潮落啊，得失之间常常会让人心情浮动。有人因得而喜啊，因失而苦。但苏东坡却用他的一生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得失只是人生的过客，唯有看透才能自在啊。管他喜怒哀乐或者恩怨情仇，全部都当作是菩提明镜啊，笑一笑就算了啦。所以苏东坡是一位看透得失、方知人生的具体代表人物啊，态度非常的洒脱了。其实得到虽然会让人家满足啦，然而失去也是好事一桩哦。所以得与失都是福啊，信与不信也都是福啊。有一个穷老人啊，他只有一个独子跟一匹马。有一天呢，他心爱的马呢逃出去了，在附近的山区呢走失了。那他们的邻居听到这件事情都很同情他哦，就说：“哎呦，你的马丢失了啊，真是不幸呐。”那这个老人却说：“你怎么知道这是不幸呢？”果然呢，几天之后，他那只马自己回来了，同时还带回了12只漂亮的野马。那邻居们听到这件好事，纷纷恭喜他：“哇，你运气真好啊！现在你拥有13匹马了耶！”老人回答他们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好事呢？你怎么知道这是运气好呢？”几天之后啊，他那唯一的儿子啊，骑着其中一匹野马出去啊，不小心呢从马背上摔下来，跌断了腿，变成了瘸子啊。那邻居们知道这个意外以后，又对他说：“哎呦，你唯一的儿子变成瘸子了，真是不幸啊！”但是这个老人又回答：“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不幸呢？”后来事隔没多久啊，政府派人到他们的镇上啊，来征召所有健壮的年轻人呢，上战场打仗啊。战争输了啊，所有的战士都阵亡了啊。那村子里唯一幸存的年轻人呢，就是这个老人他跛脚的儿子啊，因为残废而逃过一劫。所以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啊。得也好，失也好，信也好，不信也好，不管顺逆境界，都是好事一桩啊。因为一切都是好因缘呐。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有一天呢，一位干部跑来跟我说啊，有一位打扮很时髦的妇女想见我啊，我就请这位女士呢到我的办公室啊。从她的外形看来呢，是一位40多岁啊，雍容华贵的贵夫人呐。但是从她的面容上看起来，好像是抑郁寡欢呐，愁容满面呐。那我就跟她说了，我说夫人，你看起来好像心事重重哎。她很惊讶的回答我说：“哎，你怎么这么厉害？一看就知道。”我跟她说：“不是我厉害啦，是你忧愁满面哦，很容易就被人家看出来的啦。”哦，言谈中呢，我才了解，原来她的先生呢，几年前呢去中国大陆投资做生意啊。刚开始的几年呢，人有回来，钱也回来，后来慢慢变成人没有回来，不过钱有回来。现在已经10年了啊，那个时候讲10年啊，不但人没有回来，
钱也没有回来啊。他哀怨又悲伤的说：“哦，我的先生在大陆有小三了，10多年了。”我开导他：“你的先生已经做了他人生的选择，你自己也要为自己打算了。他有小三是他不对，然而不对的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而你是受害的无辜者，却过着哀怨痛苦的日子，这样好像不大对哦。”我跟他讲，你如果每天待在家里，想着那个有小三的先生呢，就会越想越痛苦啊。那他问我，那我要怎么办？我跟他说，你要开始学习转移生活的重心跟目标，才会开创出生命的新视野。要投入人群，做有益身心的事情，这样生活才会有寄托啦，才不会空思妄想啦。私情小爱啊有烦恼，长情大爱才会清安自在。那我就建议他啦，有机会你可以跟我们的志工去照顾户的家里做家访，去见苦知福啊，见识别人的苦啊，才能升起自己的知足跟感恩之心。还好他听得进我的建议啊，有空就来做志工啊。有时候呢，他也参加读书会啊，接受正信佛法的熏陶。那一段时间下来之后呢，他把原先放在外遇先生身上的这种心思啊，转移到志工工作上面，引入人群，跟大家有说有笑啊，结好人缘啊，所以他的注意力跟生活重心呢，慢慢就转移的啊，生活有了重心，有了寄托了啊。结果面相看起来跟当初来见我的时候是判若两人啊。有一天啊，他来找我跟我说啊，他得到消息啊，说他那位有小三的先生得了癌症末期，大小便失禁了，生活起居都需要人家打理的。他很有感触的，也很感恩的跟我说：“哎呦，还好我先生有小三呐。”我说：“哎，怎么差这么多啊？”他说：“他如果没有小三的话，现在弄大小便就是我啊！我现在忙着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一听，怎么差这么多呢？本来哀怨痛苦，变成深感庆幸了。所以，什么样的心念决定什么样的命运呢？叫做以念转运呐。我跟他说啊，你算是后知后觉了，但如果能够先知先觉，你就不用多痛苦10多年了。要一直等到先生癌症末期才开窍，所以你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那位小三是什么？塞翁得马焉知非祸了啊！这个就是福祸相连的道理了。佛法强调诸法皆空啊，诸法都是空的，得失也是诸法之一啊。当然最后也是一场空嘛。而且佛法也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得失也是一种有为法，有生有灭的啦啊。当然也是如梦幻泡影嘛。都已经如梦幻泡影了，那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对不对？一些高僧大德都认为自己无所谓，都一生没做什么事情呢，他们自认自己无所谓，其实这个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涵养跟风骨啊。这个就是意境最高的什么？无所为而无所不为啊，就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啦。这是意境很高的哲理啊。是深藏不露，不费周章，不露痕迹啊！做人处事很低调，很静默，很沉默，然而却是一默响如雷啊！这是无声说法。我们要学佛就是学这个啊。其实我自己在做志工的生涯上呢，也是有很多的体悟啊，可以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人群中的修行，免不了会面对得失、顺逆、褒贬等等啊，甚至也会被冤枉、误解、羞辱等等。不经一夜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啊？在历经这些磨练跟考验之后呢，也是会有很多心得的啊。在清晨做早课或者进食的时候，也能灵感一来啊，写出一些心得感言有点像古代的那个什么骚客诗人一样啊。我不敢讲我自己是在吟诗作对的但听起来就是经过世态炎凉以及人情冷暖的洗礼之后呢，
心里有所感触了。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的哈。那我们大家来参考这些我过去的进师之后的一些词句的啊。这个是我在独处的时候写下的啊。好，这一句哈，顺逆起伏，悲欢离合，尽缘生灭，色即空啊。见山非山，见水非水，性空缘起，缘自性啊。时时见性，处处见性，花开花落皆见佛啊。还有一句，人生如戏如梦幻呐，生命似水如泡影呐，地水火风归于土，悲欢离合原是苦。诸法空相本是无啊，万法归一还是空。得失生灭有为法，梦幻泡影如是观呐。还有无言之言是真言呐，无形之形是觉醒呐，无相之相是实相啊，无用之用是妙用。心中无所作，念头无为何，一切无所求，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再来云彩飞扬尽万千呐，云起云灭现无常啊。阴晴寒暑无止息啊，无穷尽相由心生呐。尽转相生还是云呐，离体恒常是真相。见人见物即见性，去妄归真正实相啊。再来分享一句，逆来顺受因缘观呐，随顺因缘心如常啊。顺来看破无常观，因缘随顺心平常。无生无灭无增减，苦集灭道有良方啊。人生的许多困境，往往源自于我们自己对生命价值的错误判断。其实真正能驱使命运的力量是纯度一心呐。箴言上人曾经开示说道，佛教事业所成就的不是任何的个人而是众人的愿心呐。如果常常执着在事情成不成或者顺不顺那这样心有所挂碍，就会很苦。如果是为法为众生，这样心中就会常乐了，因为不是为自己啊。那这句开示是提醒我们，当我们把成败得失呢放在心上时心就会变得很狭隘，甚至被狭隘所困当我们放下了得失就能自在长久这也是一种彻悟人生的境界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就像死了一样嘛不要再痛苦或看不开了啦。那未来的日子还来日方长充满了希望所以从今天起就要积极把握当下，不计较过去，也不烦恼未来套句庶民语言就是值得怀念的请你珍藏，应该忘记的不再留恋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人生要懂得珍惜，也要懂得放下，能够取舍分明，才能得失不扰，清安自在一切事物都是缘起而生缘灭而尽值得珍藏的呢是感恩的缘应该忘记的是已尽的缘人生的得与失本来就是潮起潮落一样嘛，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得到的时候不必开心过头，失去的时候也不必怀忧丧志。我们能够看透一切得失并认清得失也只不过是人生的过程这样心就比较不会被外境所牵引所以能放下才能自在能看开才能欢喜。同理，能观缘起而不执着，这就是看透得失，方知人生的意境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